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邀请到是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蔡委员今天来，我们来聊聊军事哦。现在在美军的部分，最新呢公布了一个它在试飞的超高音速这一款叫做 HTB1 的消息。那最高的这个时速，它是说最高的速度说可以到5马赫。不过，针对美军的这个超高音速，现在中国说有一种雷达是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新雷达。画面上我们来看到这个报道，他说呢，这一款雷达可同时追踪达到10枚20马赫的导弹哦。那说呢，精准度，这个研发人员说，精准度高达99.7%。我们想要来问委员，你现在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这个美中之间在超高音速导弹上面的发展竞争？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精准的雷达，这个真实性还有成真的可能到底有多大？现在全世界在开发超高音速的武器确实有成果的是2个半国家。什么2个半国家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还有半个国家叫美国。美国的开发这种超高音速的武器呢，的确是落后一段时间。那先来讲定义上什么叫超高音速武器哈？就这个武器最起码飞行速度可以超过5马赫，这是最起码的门槛。5马赫以下，要称作超高音速武器似乎有点的夸大。那5马以下应该要叫什么？没有，就是通常超高音速武器是5马赫以上。对，定义嘛。定义上，那像中国几款呢，动不动都7马赫、10马赫，俄罗斯也都是7马赫左右东风是多少？看哪一型的最快的应该可以到达10马赫。是很快的。OK， 那真的很快。有人说终端速度可以到达将近20。因为一直看不到科学数据我们才看到说最起码7马赫以上没有问题。那美国这一款武器他说只有5马赫，刚刚好及格。刚好要过这个门槛。对，那这60分及格，它就60分，大概意思。我想美国应该不会野心仅止于如此，可是它的能力现在只做到5马赫，先过关嘛。前面有1-2年时间，它发展了5马赫都发射失败，很糗。这个我们就不要讲人家糗事了，好几次都发射失败。这个发射失败，现在再来，他说他已经能够造成5马赫以上。那倒过来讲，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陆上有一篇的军事的论文，是正式的论文。对，他想了一个叫微波雷达。这微波雷达当然我们撇开技术，就是做了一些什么特殊的设计等等，它竟然可以追踪20马赫的一个目标。对，而且可以同时追踪10个目标，20马赫，同时间这样子，这不容易超高音速导弹为什么让很多人闻声破胆吓破胆？理由就是雷达无法追踪，速度太快，快到了你没有反应的时间。我们传统上的这个所谓的防空导弹或者是这个拦阻的导弹，通常就第一个关卡就是雷达发现你，第二个我可以发射这个很快的拦截弹，应该比你快。如果比你慢，警车如果比匪徒的车子慢的话，你怎么追啊？所以是要5马赫以上。不是，你要比看你导弹是什么型攻过来，我要比你的快，我才有办法拦截你嘛。要不然赶在你后面屁股跑，而不是永远都是被你打扁了吗？所以第一个要用雷达侦测得到，然后导弹的速度够快，可以拦截得到。这里面有个反应时间，反应时间因每一种系统不太一样，像爱国者飞弹标6飞弹都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时间。可是当你一个导弹到达超高音速的时候，它反应时间根本不够就是无法拦截。所以无法拦截就是你的防空导弹根本的反应时间再短，它都比你快。而且你发射去拦截导弹，就像是一个慢车在追着一个快车一样，永远追不上那你就没有办法靠近击毁。因为靠近击毁有2种方式，一种直接撞上去了，一种是跑到附近引爆，然后把它炸掉，2种的方式。所以美国发展之后，我5马赫了恭喜美国，贺喜美国，像我们恭喜老爷，贺喜老爷。但大陆如果军事论文发表了可以追踪20马赫的，有2种情形。
对不起，一种其实是他已经做出来了，故意发表论文给你看。第二种是我已经有构想了，但是我做得出来还没做，我先发表论文给你看。这大陆的习惯，不知道哪一种，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是有2种可能啦，就是可能已经发表了，对，然后正在做，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对。那所以美国人其实他自己很清楚啊，东风系列有极音速导弹，鹰击系列有极音速导弹。鹰击是什么？打船舰的。东风呢，通常是陆地对陆地的。那对美国来讲，它没有工具可以拦截啊。比如说它的拦截导的什么萨德系统啊，什么爱国者系统啊，或者什么标三系统啊，标三是比较远的，标6是比较近的哈。所以不管整个防空网的话，就会被这些超高音速导弹所屠穿。一被屠穿的话，你这不是变成废物吗？对，会变成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一直觉得中国崛起是很大的威胁啊，他有个倚天剑随时可以刺向我啊，那我没有屠龙刀啊，所以变成美国人积极要去发展这种高超音速，你打我，我也可以打你。可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人的超高音速导弹在5马赫，那变成中国的导弹打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导弹还没有办法，还在太平洋上面飞啊。这一点是美国目前的短板啊。那美国未来有几个方向在改善他们的防空导弹，他们也想要拦这个所谓超高音速的导弹。但目前被认为防空导弹最好的系统是俄罗斯的 S-500。俄罗斯的 S-500被认为可以防止洲际导弹比那个所谓什么铁穹还要好，而且据说他们自己讲的没有实证，就是说也可以防止这个可以拦截那个什么超高音速导弹。S-500 S-400还不行。那这一款 S-500 因为实证上还没看到，那 S-400 已经亮相了那亮相有好有坏。俄乌战场都还没用过，就对。S-500 没有，没有。400也没有。400有，400有。所以这些防空系统，但中国的红旗9、红旗10也不错但是听说会有红旗11出来，还没看到。大家都在做这种竞赛。那爱国者3，现在我们有买爱国者3型就是美国的防空导弹，看起来是不太行因为在俄乌战争的时候表现的不是很理想，老是被俄罗斯压着打听说未来还会有美国想要去创造更新的防空导弹，但目前只听螺梯响，未看到人下来。主要是处在这种局面上面。因为委员刚刚提到爱国者3，我们就要聊，就是说俄乌战争确实在战场上面，最近呢，就是说有媒体报道是国防部，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俄军在乌克兰第3大城市敖德萨成功摧毁了2座爱国者。那当然就是美国的商人，同时他也是这个最大文件共享网站这个叫做 Mega Upload 的前持有者，他叫金达康，他就说你就这样子一场战争，然后随随便便就这样子轰炸一下，那美国纳税人20亿美元的钱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就说我们应该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飞弹。我们想要问委员说，爱国者他的战力到底有多高？那为什么在俄乌战场上现在出现失灵，到底是出现什么事情？它其实不是失灵因为爱国者导弹本身第一个最灵敏的就是打战斗机，那再来呢就是拦截导弹，大概这2个功能其实都不差呀。那现在俄乌战争现在有个很大很现实的问题，乌克兰没有空军防护网，所以要靠导弹去拦截这些东西是有点困难。什么叫困难呢？第一个，乌克兰的系统要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找到无人机有点难。可是偏偏的俄罗斯无人机老是会发现到爱国者导弹的导弹车在哪里就针对这样轰炸对啊那麻烦就在这里，只要被标定位置，他们估计3分钟以内这个滑翔炸弹就来了。那滑翔炸弹你要怎么拦截为什么？因为滑翔炸弹很便宜1颗2、3颗这样很讽刺爱国者这么贵对呀或者甚至于是直接的超高音速导弹直接就打下来了。所以这个
这个几乎是一个很讽刺，就是说俄罗斯要打你爱国者的这个飞弹的话哈，他可以用很贵的来打你，也可以用很便宜来打你。所以好几次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上明明爱国者飞弹旁边还有海马斯啊，结果2个都被摧毁了。对啊，就是因为现代战争有了无人机，而且你乌克兰没有办法在你的空域里面控制好无人机，比如说电子战啊，把无人机都摧毁了。那因为无人机的材质在雷达上真的很难标示的出来。现在无人机有那种复合材料，不一定是钢铁的，那怎么办？这很难侦测，是不是？有些无人机真的很难侦测何况你这个乌克兰在自己的空域里面没有优势啊，电子作战你也没有优势啊，你没有办法弄出一个电子作战网，而且你又没有空军可以一直这么巡逻你也没有很好的直升机，有直升机可以巡逻的时候，可是你很容易被打下来啊。所以乌克兰在空域上处于弱势，今天的爱国者导弹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台湾也会类似，如果要台海战争不幸发生的话，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好像有9套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样子。那爱国者导弹系统它是可以有这个车子来移动的。可是麻烦在于说，搞不好大陆看得到啊。这第一个问题，不管他用无人机或者用什么其他方式，很容易侦测你在哪里。那你第一个时间开打的时候，对方的长程火箭炮就来了嘛。第二个，他们的导弹就来了嘛。那我们的爱国者基地能不能避得开或者拦截得了？如果是火箭炮的话，又便宜，量又大，饱和攻击。导弹呢，一下子来个几颗就已经很了不得了。问题长程火箭炮一来最起码要5、6颗啊，对不对？而且还连发的，所以你爱国者这个导弹的导弹车、导弹基地，只要被发现，生存率都很低。第一个攻击目标可能就是这里了。把地攻你们就是这个但还有机场了，让你飞机不能起飞。所以那台湾是还有一个稍微比较乌克兰强一点的防空网，但是除了爱国者导弹以外，它破到防空网，攻击台湾的雷达基地，台湾的防护力基本上是相对的弱很多而且这样讲也许台湾的朋友们听得不舒服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力真的跟空中的军力跟解放军差距太大了所以无力反击无力反击，这是我们面对的你可以请教很多军事专家，搞不好很多人比我更悲观了所以看怎么面对这个局面那到底美国有什么更好的武器卖给我们啦？他现在卖给我们都是很粗俗的便餐的武器不是什么精致套餐比如最近鱼叉导弹好像要来不来还有给我们 M1 战车要来不来那他都给韩国 F-35啦，他给我们是 F-16V 第4代战机，大陆上已经第5代战机在发展第6代战机了，发展次世代了。换句话说，人家已经在使用这个 iPhone 15了，我们还在 iPhone 8，这个实在是那所以这个两边的军力本来就有这种天然的一个差距那你爱国者导弹飞弹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实证结果有这么多的弱点，而且这么多的弱点我们在台湾也不一定能够克服，所以这些爱国者飞弹以前宣扬的多厉害多厉害，看样子台湾要仔细想一想是不是用政治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硬碰硬去打这场战争，会更适合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谢谢，先谢谢委员来跟我们做大战线的直播间的分享。今天晚上9点，正片同样会有委员来加入我们讨论更多军事上面的国际议题。那就晚上9点，正片一起来期待，晚上见，拜拜。请订阅、按赞、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